上次我说青椒肉丝有可能是这个下饭菜的第1名，结果番茄炒蛋跳出来说我不服，然后回锅肉也不愿意，回锅说我也不服，鱼香肉丝也跳出来，我更不服。没关系啊，别急，今天我会给你安排2.0的国民下饭菜，全部安排上。现在这个番茄炒蛋说它是第1啊，谁赞同谁反对？做这个番茄炒蛋第1步呢，一定要将这个番茄去一下皮，在这个头部和底部稍微我们给它改个十字花刀，这样呢放在开水里面去烫就好了。水开以后呢，放入番茄，看这个时候稍微一烫的话，它自然就会掉皮。现在我们给它捞出来，把皮给它去掉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将这个烫过的皮给它撕掉。这步呢，我们改一下这个番茄。改番茄的时候呢，这个底部这个梗一定要给它去掉，因为梗是比较硬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它切成这种片儿，再改刀切块就好了。这个块呢，你不要切得太细，如果你切得太细的话，一下锅一炒它就会融掉了啊。大致就是这种程度。番茄切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打一下这个蛋。正常的话，一份番茄炒蛋的话是3个鸡蛋，因为这个蛋呢比较小，我就用了4个啊。单手打蛋，上次朋友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绝技，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的，对我们说轻轻打就开了。加少许的盐底味，一定要给点那个水淀粉。水淀粉的作用是可以让这个蛋更加的嫩和这个蓬松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润一下锅哈。什么叫润锅？锅一定要烧透哈。你看，如果你用的是不粘锅，这就没问题，就不用去润锅了啊。再倒点凉油，大概烧到3成左右，下入这个鸡蛋。因为你油温太低的话，下去的鸡蛋它就不蓬松。好，现在的火是最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火是最大哈。这个蛋呢，一定要煎到这种两面金黄色，你的蛋才会香。如果你没有把它煎黄，这软塌塌那种呢，它是比较腥的，而且呢，不是那么的香，不是那么好吃。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它煎到这种两面金黄色啊。接着炒成这个样子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接下来倒少许的油，这样是最大的火啊，开到最大的火，把番茄的果胶给它炒出来，就是把它炒融一点。出这种融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这个蒜米，加点这个番茄沙司或者是番茄膏哈，可以增加这个番茄的味道。现在的番茄都没有那么多番茄的味道了，一定要补充一点番茄沙司。现在下入鸡蛋啊，最大火去炒它哈，少许的盐、白糖，给点少许的水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菜出来就比较有汤汁了啊。这个葱花呢，撒进去翻两下就要出锅，不要炒得太久，太久就死掉了哈。这个是生葱熟蒜哈。第2个不服的是鱼香肉丝。鱼香肉丝说：“我才是第1。”上次呢，有个朋友说不会切肉丝，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呢是一块的里脊肉，我拿到之后呢，像这边有筋的地方，我给它片掉啊。按着这个里脊肉刀这样片进去，但是你片的时候呢，就是底部一定要保持一点的距离，就是不要片到最下部，不要把它片烂了啊。铺开，再片过来，顺着这个肉片这样平刀过去，好，也好了。中间给它切断一下啊，给它叠起来。这步来把肉丝腌一下，先给少许的盐，给点白胡椒粉，花雕我们来一点。老抽给它上点颜色，给肉丝再来点生抽，把盐味给它抓进去啊。胶质给它抓出来之后呢，给少许的这个姜葱水。姜葱水呢就是拍破的姜葱，稍微给它再像我这样去抓它，泡个10来分钟，那基本上就有效果了哈。好，我们再加一匙姜葱水。加姜葱水的目的呢，可以去腥，同时还让这个肉呢更加的嫩。少许的土豆淀粉，给个1小勺半哈，1小勺半的样子哈，不要太多。这个肉丝它现在是没有脱浆的状态哈，如果这步你表面还是非常多水分的话，你的肉丝就会脱浆。最后给点油，给它淋面一下，封面一下哈，就是普通的食用油。这个目的就下去我们滑的时候它不会粘到一块儿。肉丝就腌制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碗芡，好，我们加入1勺的盐，好，4勺的糖，接下来来点这个白胡椒粉，来点陈醋，陈醋呢和这个糖的比例大概1比1。好，我们给1小勺的生抽，再来点老抽，好，花料酒来1勺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接着再来点水淀粉啊，好，这个碗芡就调制完成。很多朋友觉得在酒店才会滑肉丝，在家里面没必要滑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新手的，我建议你滑一下肉丝，滑了之后呢，很不容易粘锅。其实真正的一锅成菜炒出来还是最考手艺的。所以这步呢，现在我教大家滑一下肉丝，在家里面啊。油呢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要滑的话油不能太少。3成热，我们开始下肉丝。好，快速的倒出来。锅里给少许油，这次我们下入什么蒜米、姜米和这个葱头。蒜呢一定要比姜多啊，大概多个1/2的样子。下锅。这
就是四川这边泡20斤条，舀个2勺进去。现在开最大的火啊，这个叫燃香啊，这步一定要给它燃香，把这个泡20斤条味道全部给它激发出来。这步我们下入肉丝，最大的火去翻炒它。现在下入这个木耳丝和青笋丝下锅。 好，青笋丝炒腌之后来，接下来我们下入这个碗芡啊，之前我们调的碗芡，然后最大的火快速去翻炒它，然后出盐少入葱花，在四川你要说排名第1的下饭菜什么呢？还是要说回锅肉。下面这道就给它做个回锅肉。像正常的话，我们是选用2道肉，四川这边叫左墩肉。但是如果你买不到的话，你可以选什么钱家肉啊，或者五花肉都可以啊。好，煮这个肉呢，我们直接冷水下锅哈，加点姜片和这个葱段，再放几个胡椒，给点花椒酒。好，开小火让它慢慢去煮。好，这个肉呢已经熟了啊，教大家一个方式啊，可以用个筷子轻轻擦一下哈。如果擦出来它里面还在冒血的话，就肉就没熟。现在是没有血，肉已经熟了，我们捞出来。好，晾一会儿的改刀切片。它冷一点的切它比较成型一些啊。切肉的时候，这个皮啊尽量向着我们自己这一面啊。好，这1份来差不多就够了，别切那么多。好，这回锅肉啊，接下来我们再配个蒜苗啊，我们给它拍一下，切的时候改用斜刀。蒜苗的话，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你看一下菜市场买那种香蒜苗，它头是红的哈。今天这个不是香蒜苗。装的时候我们分开装哈，因为头要先下，因为它比较粗，叶子放一边。好，做这个回锅肉呢，我们要用一下这个四川的这个郫县豆瓣。我在手里也是2种，一种是3年的这种特级豆瓣和一种6个月的红油豆瓣，现在给它混合一下哈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菜做出来它既有颜色又有这种酱香味。接着炒回锅肉还加少许的甜面酱哈，解腻提鲜的。这个甜面酱比较稠，我们加点这种花雕酒给它稀释一下，不然的话它会太稠了，很容易糊的。好，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倒少许油，一定要把这锅来润一下。切好了肉啊，回锅肉呢火不要太大，因为它也叫熬锅肉，下去慢慢的去熬它哈，火呢可以开小一点点啊。炒这个菜呢不是火越大越好，它要慢慢的去熬它，熬到这种它有点发卷的这种状态，这其实叫灯盏窝啊，这个在回锅肉里面叫姜片和蒜片。好，给少许的豆瓣酱，豆瓣酱一定要下锅先给它煸香哈，因为它辣椒它是生的，你别有豆瓣酱下锅就直接给它出锅，那不行的。下入豆豉。接下来再下入我们的甜面酱，这个时候开到小火哈，来少许的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啊。蒜苗这个头先下哈，头先下，头呢比较粗一点，我们先下头，给它炒一下。好，头炒死之后呢，下到蒜苗叶，我们给少许的糖，好，来点生抽。这个蒜苗叶不要炒得太死啊，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下面这个来一个南北通吃酸辣土豆丝。这个切土豆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横切面给它切一下，这样的话土豆站得比较稳，它不会滚来滚去的。现在我们开始切片啊。有时候我们切的土豆会遇到一个困难的嘛，就是最后一个它不好切的时候，我这里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就可以这样片啊。片时我们的指头向上面一翘哈，右手刀平着过去啊，一拉就出来了。我们切丝的时候啊，像这个东西呢，就一定给它码平，就像扑克牌一样。你看这个每个环节啊，就是不要高的高，低的低，这样你切出土豆丝就粗细不均匀，一定要给它码均匀，我们再来切。这个土豆丝切完之后呢，一定要给它冲一下，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淀粉，这时候用清水给它冲干净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放点盐，这个土豆丝要给它焯水，加一点少许的白醋哈，可以让土豆丝更加的脆。好，这个土豆丝不要焯得太软，稍微给它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锅里给少许油，干辣椒节和葱段啊，给它爆香一下，快速下入土豆丝，然后去翻炒它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开到小火，开始调点味道，给少许的盐、白糖，再来点生抽，锅边给点陈醋，然后少许的葱花。好，快速的出锅。下面这道给大家介绍一个四川的下饭神菜——烂肉豇豆。烂肉豇豆一出，3碗米饭起步。有2种豇豆啊，泡豇豆有点像那种酸菜一样，它是经过有盐水的，非常的咸，要焯一下。这个呢还有新鲜的豇豆，2种豇豆加在一起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先下入这个泡豇豆，把这个泡豇豆里面多余的盐分给它焯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入新鲜的豇豆一起去焯。
这个呢只是简单焯个水就行，不能让豇豆煮得太趴，不然它就没有脆度了。这个油呢就是刚刚我倒出来支锅的油，你看反复都可以用，它是干净的啊，没大家想的那么的脏。好，这步呢我们还是将锅治一下。好，将热油倒出来，接着放入凉油。好，下入我们的五花肉末啊，把这个火来调到最小，这样慢慢去炒它。看完这个锅只要你治好了，它肉它就不会粘。如果你锅没治好，它下去就直接粘锅了啊。把这个肉啊基本上弄散之后，慢慢把它火开大一点。炒肉末呢，一定要将这个肉末炒到吐油，它才会出香。如果你没炒到吐油的话，它会非常的腥。有些朋友老是觉得这里五花肉末是不是腥啊？你要给它把香味给它逼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？在吐油之后呢，我们沿着锅边啊喷点少许的花雕。好，沿着锅边去喷，这样的话花雕才会发挥作用啊。少许的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啊。姜蒜米、干辣椒和干花椒就一样，有个几颗哈。好，这个时候开到大火，再给它煸香。豇豆，焯过水的豇豆。好，调味给少许的白糖，盐呢就不用加，因为你泡豇豆它会非常的咸。花椒油几滴就够了，不要太多，几滴。再来几滴香油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最后呢，做个青椒小炒肉。上次呢没有这个菜，大家说不认同这个榜单，今天它就来了。好，我们做这个小炒肉呢，尽量选五花肉。五花肉呢，因为它有肥有瘦，吃起来比较滋润一些。上次有朋友说不用去皮，不用去皮的话，其实在于你个人了，因为这样不去皮的话，炒出来会比较的硬啊。这个皮去皮的时候非常简单，我们中间给它切一刀，不要切淡了啊，这样一拉，好，你的刀平着进去，看就把这个皮去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切到肉的时候，因为只锯着切，因为它是生肉啊。之前朋友说我的刀不快，不是刀不快，这种肉的话，一定是这种来回的推拉的方式哈。你在家里面切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肉呢，微微给它动一下，就稍微有点硬，再来切的话比较好切一些。就我们在家里面炒，这个锅比较小，你看这么多青椒，再配上这么多肉，如果你下锅一起去炒的话，就它是煸不香的，要分开煸一下，不要放盐，也不要放油。如果你放盐放油，它就会出水。煸青椒呢，就开最大的火，因为家里面的火其实它是非常小的啊。这时候你开最大的火。我今天用的是螺丝椒，因为它的肉呢比较薄一些。如果你选用其他的青椒，它可能会比较厚啊。2荆条油太辣了，我今天选螺丝椒。我们把这个青椒煸到稍微有点烟之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倒出来啊，你不要煸得太死啊。好，现在接下来我们煸肉。好，炒肉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润一下锅。下去如果你不润锅，直接咵就直接粘在锅里啊，一定要润锅。一定要给它裹均匀哈。我们煸的时候呢，这个肉才会有的地方能煸到，有的地方没煸到的话，它肉就不会出圈。你不会颠锅也没问题，就像我这样用铲子炒几下啊，它就好了。一定要给它铲均匀。这个肉煸均之后，你发现锅里有非常多的油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拿个碗把它油倒一点出来。为什么要倒出来？如果这油太多，待会儿你的肉它是上不去颜色的啊。好，姜片和这个拍破的这种蒜头、小米椒。现在沿着这锅边哈，我们给点这个花雕油，给它去腥。好，来点老抽，给这个肉上点颜色啊。好，有点颜色之后，我们来点生抽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放点豆豉，来几个豆豉，把这个青椒哈放进去。好，调味哈，少许的白糖，放一滴的盐，最后再来几颗这个叫蒜苗头、蒜苗段，我们把它拍破啊。好，可以出锅了啊，出锅。好，最后一道菜来给大家赏一下味道。首先给大家说一下，这种小炒肉它是干香型的，不同于回锅肉。回锅肉它是煮熟了，你看再来切，它带皮的，这个是去皮的。先吃2个肉，这里面的辣椒也不错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，你家里面火比较小，可以采取我这个方式，把辣椒
提前煸一下，最后再合起来一起炒，非常的好吃，也非常下饭。我看最近呢，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下饭菜，于是我就想出一个下饭菜系列。比如你家乡有特别好吃的下饭菜呢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在屏幕下方打起来。我们6道6道安排，顺便你也可以尝试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就是别人家的家乡的下饭菜适不适合你的胃口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掉了吗？偶像。